各位，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癞蛤蟆趴脚面，它不咬人，它膈应人呐。刚刚传来的消息是赖清德趁着深夜偷渡出台湾，窜访了非洲的斯威士兰。大家都知道啊，那个他大张旗鼓的想去，结果呢，人家非洲国家都关闭了领空了。这回呢，深夜全程低调隐秘啊，没有任何的官方的排场，不敢公开规划的航行路线，偷偷的蹭上了斯威士兰国王专属的旧专机，跟着斯威士兰到访台湾的副总理那个大娘们儿，那黑娘们儿，投入了这个黑娘们儿的怀抱，太丢人了，太丢人了，朋友们。好吧，我们看看这个一条西装裤啊，暴露出来了赖清德的狼狈啊。到达斯威士兰以后，迫不及待地发了一张落地照，照片中赖清德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挥手微笑，左边呢是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右边是赖清德办公室的秘书长潘孟安啊。然而和别人相比，这赖清德的西装裤也太皱了吧，什么情况下才会这么皱啊？要么是很长时间不换，要么是做了很久。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根据飞行数据的追踪，赖清德是5月2号凌晨1点左右乘坐斯威士兰的专机从台湾起飞，在2号下午3点左右抵达，全程14个小时，意味着赖清德可能是坐的是那种狭小的经济舱，一直是坐着的啊，那个没有商务舱还有那个头等舱的待遇，可以半躺着，所以他的裤子啊，一直是窝着的，所以呢，应该来讲啊，作为国王的出访专机，里边应该有睡觉的地方，对吧？那关键是里边还有一黑娘们呢，她得避嫌呢。此次这黑娘们打着加强双方合作的幌子来台湾邀请赖清德窜访，这睡觉的地方，所以人家黑娘们自己用了。那个，所以赖清德只能是14个小时坐着窝着，好吧。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专机呀，这个拉砖的拖拉机呀，是怎么回事呢？王定宇在脸书上吹嘘说赖清德抵达了斯威士兰，然后说越打压台湾越走出去。你这样偷鸡摸狗的走出去，打肿脸充胖子，滑天下之大稽，有什么可炫耀的呀？斯威士兰本来与大陆就没有建交而且呢，窜访这个带着阴茎鞘的酋长小国，那也不是第一次了吧，对吧？这个专机本来呢是华航的一个台湾航空公司的一个破旧的客机，在欧洲呢改装了1年，送给了斯威士兰的那个酋长这一次呢就是祈求黑娘们先搭专机来访，偷偷的凌晨钻进去偷渡所以这台湾呢这些网友都看不过去了台湾的网友集体不淡定了，齐刷刷的在这个台湾外交部的新闻稿底下留言区痛骂，说抱头鼠窜，自吹自擂，竟是用这种偷渡式的大面积出访，真的失格
快笑死了，偷渡外交丢死人了，居然做这种丢人丢到全世界的事，真是叹为观止啊！他能不能不要回来了，永远待在海外啊？这才是史上的最大突破呀！啊，当贼偷偷摸摸习惯了，没办法走在阳光里边，悲哀呀！丢脸丢到国外，有必要这样偷偷摸摸的出去访问，然后宣称外交突破？这种事只有你赖清德才做得出来呀！好家伙！中国大陆的网友进一步的补刀说，青鸟接引西方路，黑熊常伴南恨天，风萧萧兮石瓦寒，癞蛤蟆一去兮永不返，一路好走。若遇上灯辉，别忘了与他打声招呼，因他自称是台湾之父，而你自称台独金孙，终于可以在油锅前团聚了。还有网友玩梗，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雨，现在是偷鸡摸狗连滚带爬，希望不要被堵在非洲，偷偷摸摸也回不来了。可是朋友们，国民党郑丽文竟然为赖清德的偷渡献上了祝福。国民党在2日晚上说，祝愿出访一切顺利，并成功的巩固邦谊，邦交友谊嘛。国民党也称呢，希望民进党对上次延期进行检讨，不容许损害国格与尊严的错误再次发生。国民党郑丽文认为赖清德无法窜访是损害了国格与尊严，这次终于能够窜访了，国民党也很开心，这又把大陆的一些网友给气坏了。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好吧，馆长还是三观比较正的啊。央视对此呢也是大加讽刺。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应询表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之流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发言人还表示，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5月2号，赖清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窜抵斯。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指出，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赖清德企图乘包机窜访斯威士兰，被迫取消，但其不甘失败，竟然不顾颜面，以偷鸡摸狗的方式外窜至斯。当前岛内正遭遇地震，赖清德不管不顾，由此可见其对岛内民众冷血无情，台独立场顽固，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陈斌华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龌龊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过上安稳富足生活，是岛内民意所盼。赖清德不顾民众安危，肆意欺骗民众，必为广大台湾同胞所唾弃。赖清德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王的私人飞机窜访斯威士兰，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个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了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赖清德就这样过去，但问题来了，那接下来他怎么回来？
他怎么回来？所以，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弄得像个小偷一样，其实真的还蛮难看。对呀，赖清德那怎么回台湾呢？哎，其实赖清德回台湾的方式有好多嘛。如果这个专机那再飞回台湾呢，那人家说又一次那个外事访问呢，因为外交飞机上没有名单呢，对吧？要不然的话，人家这个赖清德可以伪装成民用的这个客人，然后搭乘那个美国航班呢，到了美国，然后再偷渡回台湾呢，是吧？赖清德回去那还有很多种方法的。不过呢，这里边呢还是馆长的三观最正。你看我开始的时候看人没看错过吧？哎，馆长三观很正的。你连今天打开你家的门走出去，都要偷偷的躲在人家的就像我们现在一台推车推进去嘛，躲在推车里面，然后偷偷摸摸的把这台车推出来，都不敢让隔壁看到。你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啦？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坐别人的飞机，然后秘密的、偷偷的、不光明正大的，就像贼一样，就像等下出去用这种方式，然后一到了之后，然后再加大宣传力度，说你阻止不了我，这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吗？就像一个贼啊，然后他妈达成目的之后，出去之后，你看，我偷偷的跑出来了，没有人发现我，哈哈哈哈哈哈哈。是赖清德他在脸书上发文了，他说已经在稍早抵达友邦史瓦蒂尼了。原本的出访日期是4月22号，但是因为非预期的外力而暂缓。经过了外交与国安团队连日来的缜密安排，终于在今天顺利抵达。尽管晚了几天，史国人民依旧给我们最热烈而温暖的欢迎。好，当然呢，我们来看到赖清德在脸书当中的发文，还有说史国不畏各项外交与经济压力，透过行动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发声。因此，代表台湾民众诚挚的向这个史瓦蒂3世国王还有史国政府来感谢哦。当然，做了这样的突破，我想请教一下彬哥，您怎么样看哦？因为原本大家一度觉得说，去不成了，不过现在呢，突然就告诉大家我到了，所以还是有办法去嘛，对不对？那你当初如果不是敲锣打鼓，在那边讲说什么要去突破一中论述，在那边讲还要去搞什么那个那个叫什么兰呐？那个叫什么兰？索马利兰。你如果不去搞这些东西的话，你当初低调一点不就去成功了吗？那现在这样就做就对了，低调一点就去了，不就这样吗？所以我觉得能够去当然总比去不了好啦，讲实在话。那但是这个算外交突破吗？就是到我们的邦国。前2天他们还特别做了一个文章说，比台湾大11倍的元首来台湾访问，这外交重大突破。那就巴拉圭啊。巴拉圭是我们的友邦，他1-2年就来一次，我记得蔡英文的时候，他好像来了2次吧，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叫什么重大外交突破？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事情大概也给赖清德一个教训，有很多事情不要那么高调，低调一点，很多事情自然水到渠成。那你什么事情都搞得很高调，你也会造成中间很多人的为难，不是吗？那现在你低调一点，就还是有办法过去了，不就去了吗？所以我觉得这是给赖清德一个很好的教训了。但是他受不受教，会不会得到教训，会不会因此这样改变对外的这个方针？不会的。彬哥，我问一下，原本是这个非洲3小国他们不愿意出界领空哦，但是后来怎么样子？当然现在还不知道任何的细节哦。但你觉得这当中最后转圜的点是在哪里？我觉得其实本来要去斯瓦蒂尼，就不是非要经过摩里西斯跟马达加斯加
或者这塞西尔这几个国家根本不需要。其实最关键的是，要么是莫桑比克，要么是南非。南非其实最关键，因为斯瓦蒂尼三面被南非包围着，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美国有从中间。就是有去帮忙协调一些事情，然后最后就是让他低调一点，然后开了一个许可，让他飞过去，就这样子而已。对啊，其实要飞过去，本来以前蔡英文也去过，马英九也去过，对啊，这都本身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你之前搞得太高调，才会闹的这样子下不了台。那现在这样去，我觉得是很好。你终于可以去看非洲舞霸，加油吧！大使，你也觉得是因为不要太敲锣打鼓、低调以对，最后就可以达成目的吗？赖清德又不是第一个去斯瓦季兰的，这个他的前任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对他自己搞的都去不成了。现在说实话，刚刚韩冰讲的很对啊，他只会经过南非的领空啊，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协调以后。但大陆事实上也就让他去了吧，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应该学到一点，学到一个，而且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以前跟你是邦交你都不能去的话，那你还玩什么？对吧？所以没有什么好庆祝啊，没有什么这么高调的，自己把这个事情前面搞得这么难看，丢进我们这个台湾的脸，对吧？那他现在去了，那又如何呢？你现在非洲就这么一个邦交。所以我觉得这个目的是什么？对啊，目的是什么？你事实上的外交空间有变大吗？看起来越来越小，是吧？你还要借机要过境什么法国啊，什么这些国家，人家都拒绝了嘛。所以我觉得，外交不是这样搞的，外交不是在里面啊。好像在你国内，你一定要把人家都罢免光，玩硬的。外交是靠技巧的，外交是靠协调的。他是把自己搞到，就是说弄得最难看的一个人啊。我们他的前任蔡英文都没搞那么难看，那马英九更不要说了。陈水扁当时虽然也是冲过头了，搞了一个迷航之旅，到底他也邦交去得成啊？对，所以这么多年来。这个他是搞的这个外交最差的，尤其你看他旁边那个林佳龙，就是外行的外行嘛，所以一群外行人搞成这样，现在有什么好高兴的？对，摔得狗吃屎，然后现在又爬起来了，算成功吗？但是我问一下，如果美国在背后有出力的话，跟即将登场有关系吗？应该是没什么关系吧，我想。这个他去斯瓦季兰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啦，你不能去才是一个很难堪的事吧，对不对？你去不成才是很难堪的事。斯瓦季兰去没有问题嘛，你要珍惜，你去南非看看，对不对？那才有做新闻嘛。所以呢，自己前面吃土，对不对？现在吐出来啊，这就算成功吗？对，没有这种事啊！我觉得他们这些人真的啊，脸都丢尽了，还在那边有什么好高兴啊？你去斯瓦蒂尼、斯瓦季兰，我们跟他帮，你要感激一下前面人打下来的基础吧。你要说实话，你有这个位置，你也要吃果子拜树头吧。你还有这个 title， 你要感谢日本人吗？对。你今天你是什么头衔啊？对，你有这个头衔，你吃果子拜树头，你要感谢是谁？你要搞清楚啊。还有斯瓦季兰跟你去，是谁给你留的基础？该感谢的感谢吧，不要在那边啊，就是拿了好处还要说日本人，还要感谢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话，今天你有这个身份啊，对不对？所以懒得讲这个人了，对不对？那这一次。赖清德花了多少钱呢？好吧，给大家揭秘一下啊。据有关人士透露啊，赖清德老鼠钻洞式的窜访费用是来回共3趟，支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专机费用3000万新台币。3000万啊！就是说，开价单程30万美金，一共3趟90万美金，约3000万新台币，花了
台湾人民的民脂民膏。至于所谓的邦交维护费，台湾人民不知道，但外界保守估计每年不下10亿美元，这10亿美元就是陈水扁的贪污的那个钱。这些钱台湾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没准流到老赖的腰包啊，跟陈水扁一样。这就叫什么呀？机要费嘛。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